宝珠本是侯府嚣张跋扈、不可一世，整个经常横着走的纨绔嫡女。可就在1个月前，我将屡屡挑衅我的庶妹报复得狠了，逼得她口不择言，当众戳穿了我的身世。温玉书啊，区区一个庶女，谁给你的胆子敢长我的晦气？温宝珠，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被调包的农妇之女。而此时，父亲母亲正巧进门，将话听了个干净。你说什么？谁被调包之女？来人，给本侯查！父亲大手一挥，彻查此事。原来16年前母亲生产之际，府中侍妾想抢先一步生下侯府长子，故此买通产婆，将甄少爷调包，换成了一个晕在路边农妇的怀中女婴，也就是我。随后，玉姨娘因为混淆侯府血脉，被即刻处死。我也从千娇万宠的侯府嫡女，沦为身份尴尬的假千金。姨娘啊！为了拉我下台，我不惜拿你姨娘祭天。温玉书，论愚蠢，我是不及你。温宝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哼！而如今，那位与我一同被调包的甄少爷即将回我。我就知晓，我当初生的地是儿子，多亏御史那个贱人，让我们母子分离。我的儿啊，你受苦了。我温宝珠，一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，如今甄少爷回了府，我的好日子要到头了。老天爷，拜托拜托，只盼这位甄少爷是个脾气好，能容下我的。锦瑜，这便是与你互换的孩子，名唤宝珠，日后便当作是妹妹吧。兄长安好。宝珠倒是个好名字，不过我可没有什么妹妹。干，他果然是个不好相遇的。这个带上，那个也带走。根据我多年看画本子的经验，鸠占鹊巢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与其日后被赶出侯府，不如在作死前主动离开，好歹还能留些体面。于是乎，趁着夜黑风高，我这个假千金马不停蹄的溜了。可谁知先前作恶多端，嚣张跋扈过了头，以至于我一出侯府就被人套了麻袋。哪个杀千刀的套我麻袋？温宝珠，你可算是落到我手里了。温宝珠，你可算是落到我手里了。大半夜的堵我，顾长亭，你有病吧？侯府的事儿一出，你那庶妹恨不得嚷得全京城都知道你是个假千金。落井下石，这么好的机会，错过岂不可惜？温玉书这个蠢东西，怎么知道自己是假千金没地儿去了，想跑？小爷就猜到你想跑，特意拿麻袋蹲你。果然世上最了解你的不是父母，就是你的死对头。无人可依，无处可去。温宝珠，你真可怜啊。姿色倒是不错，温宝珠，以咱俩多年的交情，若是你跟了我，将我伺候的舒坦了，我就放过你，如何？顾长亭，温宝珠，就你这孙子，还想包养姑奶奶我？呸！下辈子吧。哼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假千金罢了。等下次抓到他，一定要好好玩玩他。他也是你配肖想的，滚！又于是乎，在离开侯府不足1刻钟，我又灰溜溜的回去了。哎呀，话接上回，在发觉侯府甄少爷不满我这个假千金后，我果断选择离开。谁知刚出侯府就被死对头顾长亭套了麻袋，他居然恶心巴拉的想包养我。为了寻求庇佑，我又灰溜溜的回了侯府。唉，早知自己是假千金，当初就该夹着尾巴做人的，何苦嚣张跋扈，仇家遍地啊！姑娘，夫人一向疼爱您，不会赶您走的。唉，母亲常怨我并非嫡子，纵我宠我，不过是因为我比温雨舒更讨父亲喜欢，又帮他按住了玉姨娘。如今玉姨娘死了，嫡长女变成了心心念念的嫡长子，他哪里还会管我？若非我那农妇生母死了，不然我也有处可去。唉，爸，不就讨好个人嘛，豁出去了。温玉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，家中何处我去不得？温宝珠，你害死了我姨娘，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啊？你脑子没病吧？玉姨娘死了是她罪有应得，与我何干？何况若不是你说漏了嘴，她又怎会被处死？你还敢嘴硬？温玉书，我给你脸了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哥哥，你也看见了，温宝珠她打我。糟了，被温景玉看见暴力现场，还怎么伪装成可怜的小白花博取同情，留在侯府？温宝珠，我就知道你
嚣张跋扈不可一世，整个京城里横着走，只有你找别人的麻烦，别人却不敢找你麻烦的侯府嫡女。这几日亲眼所见，才知你更是夜不归宿，欺压庶妹，如此不堪。夜不归宿，我何时？温宝珠，你占了我16年的人生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受尽诗书礼乐，就是教你长成这副纨绔模样吗？兄长，你误会了。你今日来，不就是想讨好我留在侯府？大可不必。侯府换子仪式京城皆知，父亲已经决定在认亲宴上收你做养女。你的目的达到了。也罢，既然兄长已说清楚，那我也不装了。只是还是想好心提醒一句，当年调包你我二人的正是温雨舒的姨娘，母亲尤为厌恨他二人，兄长护着他，就不怕与母亲离心吗？啊，哥哥，那都是误会。我的甜汤，蠢人不配吃。侯爷学会嫡长子，后继有人，小侯爷又仪表堂堂，不失风范，嘿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所以日后你就是侯府的养女了。是啊，父亲做主将我以养女之名记在母亲名下，不过能留在侯府，总归是能得些庇佑。谁叫你往日跋扈惯了，得罪了许多人，外面可有的是想报复你的。假千金事出以后，往日那些与我交好的都不理我了。阿芷，我险些以为你也不理我了。怎会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呸！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也想继承侯府？那就让他知道，侯府的大门可不是好进的。姑娘，温姑娘好像也往那个方向去了，我们不提醒一下吗？别人的闲事与我何干？温景玉，喂，温景玉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你，温宝珠？是不是你给我下的春药？爱是成为你爱的人，是爱你啊！温宝珠，你居然敢给我下药！你有病吧，温景玉？自己着了道，往我头上来！我一中招你就出现，岂非过于巧合？何况这种肮脏事儿，除了你这般的人，还有谁做得出？你还敢否认不是你精心策划？你倒是说说，我这般的人是什么人？玉书妹妹说的果真不错，你就是蛇蝎心肠，下贱至极。今日我必将你拉至父亲面前，让他看清你的真面目。温景玉，你疯了不成？放开我！这个蠢东西是要让全京城看侯府的笑话吗？走！顾长廷，怎么是你？没想到啊，温宝珠，你也有让人英雄救美的时候。不用你出手，我也能解决他。就你那小拳头，除了打得着我，还能打着谁？父亲，我见哥哥往这边去了。不好，若让人看见这种事儿，你一个女儿家有嘴也说不清。先藏起来，我来解决。你，温宝珠，你可记着欠我一份恩情啊！我儿景玉才被寻回，究竟与小将军何仇何怨，竟将他打晕？爷倒也想问问，爷赏月赏得好好的，突然就冒出来一个人，对着小爷上下其手，令小爷险些清白不保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出手打晕了。你胡说！与哥哥待在一处的人分明是……父亲大人，这是出了何事？兄长怎么了？温宝珠，府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不过是醉了酒，回屋换了身衣服，这你也要管？事关小爷的清白，还望侯府能够给我一个交代。敢在侯府给我儿下药，还惊扰了小将军的人，本侯绝不放过。我或许有些线索，先前关的两人行踪鬼祟，想来是与此事有关了。侯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顾长廷，你等等。有事儿？好歹我也算帮了你，对我就这个态度啊？既知真凶，又为何不早说？我温宝珠，身份尴尬的侯府假千金。不久前的认亲宴上，那位甄少爷被人下药，险些扯在我头上。关键时刻，我的死对头居然替我顶了包，离谱，太离谱了！顾长廷居然救了我，他有那么好心吗？不会又在憋着什么坏吧？温宝珠，温景玉，等等，先说清楚，父亲已然查明真相，那晚之事当真与我无关。我知是我出言不逊，误会你了，还差点令你深陷泥潭。这枚玉佩变作赔礼，还请二妹妹宽恕我。虽说温景玉人是传了点，但毕竟他才是真少爷，我占了他的富贵人生，自当欠了他。何况若想过得安稳，我这个假千金还是与他和睦些好。兄长哪里话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相处久了自会知晓。你与温景瑜相安无事，日后也能舒坦些。是我不该，明明见那两人行踪鬼祟，却也没有多想，差点就酿出了大祸。宝珠，我记得那晚你也去了小侯爷那个方向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遇上顾长廷，他帮了我一把。他帮你？他怎么会帮你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不是死对头吗？他对你必然是不安好心的，许是想借机拿捏你。
你与顾长亭从小便是死对头，他帮你必然是不安好心，想落井下石，趁机拿捏你。宝珠，你可千万要当心啊！我想，谁啊？那么不长眼！温宝珠，你瞧瞧你，从尊贵的侯府嫡女变成养女，一字之差可是千差万别。何况你这细皮嫩肉的，脾气又犟，凡事都要人顺着哄着，受得了这落差吗？要我说啊，你还不如跟着我，给我做小媳妇儿。顾长亭，去你大爷的狗东西！我就是被赶出侯府，也不会做你媳妇儿。温宝珠，你又要打我，别忘了上次还是我救的你。总之，上次的事儿，谢谢你，欠你的我会还的。宝珠，不是说要去梨园看戏吗？再不去可就晚了。温宝珠，若你有天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就来找我。宝珠，我不想你和顾长亭有牵扯，你忘了吗？他有时总是欺负我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怎能和欺负我的人走得近呢？可他好像也没那么坏啊。温宝珠，你不是嚣张跋扈的很吗？如今却沦落成一个养女了，骨子里是下贱之人，也配与我一同在国子监读书。我如今虽是养女，但也是侯府的养女，轮得到你们来作践？哼，伶牙俐齿！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侯府养女，就不怕我父亲将你们几家一纸上书，状告御前吗？二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无事。京城之中世家子弟拉帮结派，你先前的嚣张跋扈，原只是为了不被欺负。你竟看出来了？二妹妹，我倒也没那么蠢笨。原来往日那些骄纵下掩盖的苦楚，有朝一日竟也能被人察觉。顾长亭，你与温宝珠向来是死对头，我们教训他，不也是替你出气吗？温宝珠是爷的死对头，那自然是只有爷能欺负他。两个选择，要么你们自己从国子监离开，要么我让你们从国子监滚出去。我也救过你，怎么不见你对我笑得这般灿烂？当你背影转身后，吞噬在人海中。你们一个是我亲生骨肉，一个是我亲手带大，如今冰释前嫌，和睦共处，是再好不过了。哼，我看嫡母真是昏了头了。我才是侯府唯一的女儿，她不宠我，倒是宠着一个毫无血缘的外人。说起来，上次还要多谢你告知我温锦瑜的异样，只可惜顾长亭从中作梗，没能攀扯到温宝珠身上，叫她逃过一劫。一计不成便再生一计，总有法子能叫温宝珠被赶出去。你与温宝珠不是至交好友，会好心帮我对付她？我的至交好友乃是侯府嫡女，她温宝珠一个农夫之女，也配和我交好？这算计，白芷，你可真歹毒啊！从侯府嫡女变成了假千金，又从假千金变成了继命养女，如今和温景玉的关系也缓和了，往后终于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。只不过我怎么心中有些慌乱？母亲，温宝珠，你居然敢勾引我儿，毁他前途！温宝珠，我含辛茹苦的养了你16年，可你却来勾引我的儿子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？母亲，我从未行过不端之事。温宝珠，你还敢嘴硬？既不是勾引，那为何大哥哥房中会有你的贴身小衣，还绣着你的闺名？真是放浪形骸，不知检点！怎么会？我的贴身衣物怎么会在温景玉的房间里？是你，夫人，在二小姐的梳妆匣中搜出了此物。母亲，我与兄长从头至尾并无丝毫逾矩，我是遭人陷害的。啊，既无逾矩，那为何这玉佩会在你手中？这可是母亲交给哥哥，要传给未来嫂嫂的，难不成是定情之物？贱蹄子，谁有你说话的地儿？母亲，这玉佩其实是……够了！我儿，你科考在即，5日将要面试，无论真相如何，家里终归闹出养女勾引嫡子的丑事，你是前途不要了，名声也不要了，这全京城都看侯府的笑话吗？儿啊，你想清楚，这玉佩究竟是你给他的，还是他从你那儿偷来的？我不知道。若人世缠绵，都一如初见，又何来天上他？这个簪子倒是挺适合他的，可要用什么借口送到他手里呢？少主，不好了，宝珠姑娘出事了！虽说挨了一巴掌，但能把温宝珠赶出侯府也不算亏。白芷说的果然不错，我这位嫡母啊，一心只有她寻回的儿子，只要挡了儿子的路，管你冤不冤。温宝珠，从今往后，侯府只有我一个女儿了。子晓，你别嫌我是个女儿身，不能助你巩固地位。我比你的好，
得了父亲亲外，又想法子替你争宠，你才终于肯给我好脸色。温景玉回府后，我以为那16年终归是有点做女儿的情谊，可是这般拙劣的手段，一眼就看得出的陷害，你竟也信了。侯夫人，因为你儿子不亲允，不忍他名声受损，便弃我如婢女。既如此，就当我全了你这16年的养育之恩。温景玉，占你16年的人生，如今替你担下污名，我也不见你了。温宝珠勾引侯府嫡子，偷窃府中财物，从此以后不再是我侯府之人。宝珠，宝珠，宝珠哪里是宝珠，分明是随手可制的劣势罢了。既然你们都不要他，那我要。往后余生，他都将是我顾长亭的人。姑娘出事了，宝珠姑娘被赶出侯府了。赶走就赶走，这点小事也值得你大呼小叫？可是顾小将军又把她带走了呀！你说什么？幸亏救治的及时，温姑娘已无大碍，只是伤其肺腑，须得好好静养。温宝珠，我都说了过不下去就来找我，你非不信。早知那日你逃出侯府，我就该狠心直接将你抓回来，也不会让你伤成这样。少主，白芷姑娘来了。顾长亭，今日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温宝珠带走。我若是不放人，你又能拿我如何？温宝珠勾引侯府嫡子，放浪形还不知检点，此事闹得人尽皆知。你收留他，岂非连累自己？何况我与他多年好友，有我照料，是再好不过。你若当他是好友，那日任清燕早就该提醒他避开温景玉；你若当他是好友，早在事发之时就该赶去侯府接他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，不就是为了阻止他接近我吗？你这样的人也配和他做朋友？你喜欢他？我喜欢他这件事，你不是早就清楚吗？不然怎会屡次挑拨离间？不可能！顾长亭，你们是死对头，死对头啊！怎么可能喜欢他？若是魂落魄，求而不得，不舍。我温宝珠在被冠上勾引养凶、行劫浪荡之名后，我被施以杖刑，丢出侯府，却没想到一直与我水火不容的死对头将我捡了回去。温宝珠，你终于醒了。他这是哭了。顾长亭，用不着你假好心，从前得罪你是我不对，但也是你欺人在先。我如今虽落魄至此，但你若想落井下石、强取豪夺，想逼迫我包养我来报复我也绝对不会答应的。果然是好了不少，都有力气说胡话了。先把药喝了。不，我不喝，你肯定在里面下毒了。若是我真下了毒，就和你一起被毒死，行了吗？你臭流氓！不是你说我对你强取豪夺吗？你离我太近了。谁让咱俩争锋敌对那么多年，你如今又是救我，又是亲自喂药，很难不让人怀疑你对我图谋不轨。这倒也没错，温宝珠，我的确对你图谋不轨。你手中的剧本出现漏洞，和本该上演的。顾长亭，我觉得咱俩不合适。你看咱俩针锋相对那么多年，若真在一起了，那肯定是3天大吵2天小吵，不出3月铁定合理的。停，你又在说什么鬼东西？你不是说你对我图谋不轨，喜欢我吗？哼，图谋不轨就是喜欢你啊！你未免想的也太多了些。我说的图谋不轨是指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包养文书？错，是契约婚书。温宝珠，好歹我也救你2回了，眼下就有个报恩的机会。我家里人催婚催得急，只要你签下这纸契约婚书，1年之后再和离，我就算你偿还恩情了，如何？你家18就催婚？你管那么多做甚？温宝珠，你不会觉得我是暗恋你不成，所以才想出这招骗婚吧？哼，小爷还没那么眼瞎，能瞧得上你。哼，那真巧了，我就是喜欢街边的乞丐，也不会喜欢你这个狗东西。那你签是不签？签就签。3日后大婚，你准备准备。怎么好像被坑了？终于把人骗到手了。至于和离，绝无可能。顾长亭要成亲了，小宝还未回来，他怎敢同旁人成亲？带上人马，速速回京。是太子殿下，快看，太子殿下从江南回来了。可惜了，帝后子嗣坚呢，只太子一个孩子，若非当年太
回禀殿下，我们追查至淮西地界，查到了当年逃出宫的那位老嬷嬷，她已在5年前意外身亡。但据街坊说，她养的并不是女儿，而是一个儿子。怎会是个儿子？那他人呢？人已失踪。哼，你继续查，其余人随故前往顾府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我温宝珠先是从侯府嫡女变成了互换的假千金，后又变成了养女，接着又被冠上勾引养兄之名，驱逐出府。可现在我却和我的死对头成了婚，我这一生还真是跌宕起伏啊！夫妻对拜。温宝珠，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的人了，谁也不能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不是契约婚姻吗？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慢着，这门婚事姑不同意。顾长亭，小宝失踪还未找回，你就敢与他人成亲，这是要将小宝置于何地？这门婚事姑不允，别忘了你与小宝是指腹为婚。太子殿下这是要成为了一个才出世不久就夭折的婴孩守寡吗？凭什么？小宝才没有夭折，他还活着。当年皇后生产，恰逢妖妃之乱，天下皆知。为了保全才出生不久的小公主，皇后托付宫中老魔带其逃难。然宫乱平定之时，那老魔与小公主不知所踪，至此16年矣。焉知公主殿下不是早已命丧宫乱？既如此，你纳了温宝珠为妾便好，何必要给她正妻之位？太子殿下，臣今日就把话放在这里，纵然那小公主是活了，哪怕此刻就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也绝不会娶她。臣的妻子只会是温宝珠。顾长亭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与他不是契约婚姻吗？为何他会为我顶撞太子殿下？他该不会是真的喜欢我吧？是啊，温宝珠，顾长亭喜欢你很多年了，奈何你却从未看出他的心意。不过，他与早逝的小公主指腹为婚，哪怕小殿下生死不知，太子也要其守寡。你与他的婚事，他是要吹了。雨后有千万沙，微微泛着红。2日前，我遇到了温玉书，她被侯夫人嫁给了一个老男人做继室。那男人喜怒无常，经常殴打于她，她不忍欺凌，想求我帮她。温宝珠，你可知她为何落到此境？她以为只要将我赶出侯府，自己就是侯府唯一的女儿，却忘了侯夫人最为厌恶她和她姨娘，即便没了我，她也不会好过。是啊，她以为把你的小姨放进温锦瑜房中污蔑你，就能赢过你。殊不知那位侯夫人早就知晓这伎俩，但也只是顺水推舟牺牲你，除掉他罢了。你怎知他是用贴身衣物污蔑我？自然是我给他支的招了。温宝珠，你说你的命怎么就那么好啊？明明是个低贱的农妇之女，却偏偏做了16年的侯府嫡女。眼看着你高楼塌陷，却一朝翻身做了侯府养女。好不容易等你无名一身被赶出了府，却转眼嫁给我最爱的人，凭何这世间所有的好事都不让你占尽了？我从小便喜欢顾长亭，偏偏他的眼里只有你。我费尽心思同你交好，谎称顾长亭欺凌我，纵你为我出头，与他相看两厌，成了10几年的死对头。可到头来，你还是嫁给了他。白芷，你疯了吗？从得知他要娶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疯了。温宝珠，你的好命该结束了。你去过荒无人间，看过浪漫风月，可领略。温宝珠，你的好命该结束了。不好了，我要落水了！我就要死了吗？宝珠，温宝珠，你去死啊！竟敢在姑的眼皮底下害人性命，来人，给姑拿下！宝珠，你醒醒，不要吓我！小宝，顾长亭，我没事，你莫要担心。殿下，今夜无期受惊，既然无事，臣便带武器先行告退了。不，你们不准走。殿下，这是何意？先前不是已经谈妥，臣这一生只……小宝，她或许是姑的妹妹。小宝，殿下，你魔怔了，她是温宝珠，是臣的妻子，不是当年早逝的小公主。这双眼睛和母后一模一样，不会错的，她是小宝，一定是小宝。若人世缠绵，都一如初见，又何来天上？滴血认亲，亲者相容。温姑娘是帝后血脉无疑啊！小宝，娘的小宝啊，娘找了你16年，终于将你寻回来了。当
年妖妃作乱，为了保全你，我将你托付给宫中老莫。那老莫化作农妇模样，在京中躲藏。谁料侯府失窃作乱，趁他晕在路边，将你和侯府嫡子调包。那老莫自知弄丢了公主，惶恐不已，逃出京城，于5年前意外去世。我真的是16年前失踪的小公主吗？我的小宝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那些欺负你的人，母后与你父皇定是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尤其是那白侍女，竟敢将小宝推入水中，险些令我们阴阳两隔。殿下说的可是白芷？什么殿下？小宝，你该唤我哥哥才是。哥哥，我想再见白芷一面。白芷，自小我便将你当做最好的朋友。你说顾长亭欺你，我便为你出头；你说顾长亭辱你，我便为你做主。可到头来，心中竟怨我至此。温宝珠，你在我面前洋洋得意什么？你若喜欢顾长亭，你大可以去追啊，何必用这些不入流的手段，让我瞧不起你？可他不看我，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啊！温宝珠，你不过是命好罢了。是，我是命好，昔年是假千金，如今是真公主。可我若命不好，就活该有你栽赃陷害吗？白芷，你谋害公主罪无可恕，父皇判你流放岭南3000年，此生不得回京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。听说了吗？16年前被遗失的小公主，如今寻回来了。你们猜是谁啊？正是当初那位侯府的假千金啊！宝珠，我们是好姐妹啊！求你看在往日情分上饶了我吧，我知错了。公主，她是公主。帝后寻了公主16年，若知侯府对公主的养育之恩，那是多大的恩赐！骗你这妇人目光短浅，为了给自己的亲生儿子铺路，任由旁人诬陷。保住这孩子，我知道他很懂事，只要求求他，他定会原谅我们的。你这蠢妇，当初你施以杖刑将宝珠驱逐出府，人尽皆知。你以为帝后不知，竟还有脸去求她原谅？我们侯府从此与公主无关了。顾长亭，你怎么来了？媳妇儿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太子殿下好狠的心啊！这公主府守得固若金汤，也不知在防着谁。哼，咱俩本就是契约婚姻，做不得数。怎么就不作数了？那日我与太子的话，你不是也听见了吗？我顾长亭这一生就只有你一个妻子。你闭嘴！公主殿下，小侯爷来访。温锦瑜，他来做什么？宝珠，我今日来是想同你说声抱歉，当日之事是我怯懦了，没有告知母亲真相，害你平白无故担上污名。既知抱歉，为何早不说晚不说，偏偏等我成了公主才来说？母亲也后悔了，想求你原谅她。宝珠，就算母亲真的有错，可她也养了你16年啊。温景玉，当初你们驱逐我的时候，我便已经同你们恩断义绝，两不相欠。你今日来求我宽恕，不过是因为我成了公主，说我不是公主，你们岂会真的知错？宝珠，纵然你成了公主又如何？你为侯府养女时，勾引养兄之名，人尽皆知。不如你我成婚，既保全名声，又念养育之恩。谁给你的胆子敢敲我的墙角？当我是死了吗？温景玉，你若再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，我不介意禀告父皇，让你侯府也尝尝被驱逐出京的滋味。滚！温宝珠，我吃醋了。别闹，契约婚姻，你有什么资格吃醋？等1年之后和离再。和离？你想都别想。你是说今日一走，太子殿下便带着满京城的世家儿郎去了公主府？哥哥，这是……宝珠，哥哥已经打听过了，你与顾长亭自小便是不死不休、针锋相对的死对头，手死水火不容。你嫁给他有机会幸福，左右你二人不过是契约婚姻，1年之后就和离。且如此，也别委屈了自己。这些都是哥哥从世家中为你挑选的好儿郎，身世清白，还对你言听计从，岂不快哉？可这未免也太多了些。太子殿下，你有没有良心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好像是这个太子爷不满意自己的妹婿，正在刁难他呢。顾长亭，你在做什么？太子殿下，我与宝珠情深似海，夫妻和睦，可你却带着一群俊俏郎君来公主府上，你这是要挑拨我们的夫妻感情啊！什么？太子殿下怎么这样？顾长亭，你快下来，别闹了！我不，除非你答应我，你此生只我一人。顾长亭，我们小宝有无外嫁，你想娶她便只能入赘，可顾家只你一个儿子，想要入赘怕是……好，入赘便入赘。
顾长亭，你是逆子，看我今日不打死你！太子听闻小公主与顾小将军自幼水火不容，唯恐亲妹受欺，便带着俊俏儿郎给公主解闷。小将军吃醋大闹，太子直言公主不外嫁，只招赘婿。于是这小将军当夜便修书一封送往边关，信中曰：儿子入赘皇家，此号已废，催练小号，惹得顾老将军啊，当即气火攻心，直奔回京，只为揍儿子一顿。哎呀，媳妇儿，我爹下手也太狠了，你快疼疼我！活该！哎，媳妇儿你轻点儿，螺栓打坏了，夜里你用啥？村里没个把门的，你这人讨厌死了！媳妇儿，哎，哥哥说了，成亲前不许见面的，你快回去吧，反正2日后就嫁你了。那就先解解馋。我温宝珠，曾经的假千金，如今的真公主。我这一生虽跌宕起伏，但总归良人在侧，岁月不负。宝珠，你是我的。宝珠妹妹，你长得好漂亮呀！我们玩家家酒，你给我做媳妇儿好不好？哼，才不要！为什么？我喜欢长得好看的，配得上我的美貌的。长亭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，宝珠不喜欢我，她不愿意给我当小媳妇儿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哭什么哭呀？等你像为父这般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，他自然就知道你的好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才不要变成你这样！温宝珠喜欢帅的。小兔崽子，你敢说你老子丑？温宝珠，既然你不稀罕我的爱，那就尝尝我的恨吧！从今往后，我都要和你作对，让你永远记住我。难怪从那时候起，你就处处和我作对，我说什么你偏要和我唱反调。哎呀，那时候年纪小，还好悬崖勒马，不然可真就把媳妇儿给作没了。爷娘又在亲亲了，行，娘亲娘亲，我也要亲亲。哎呀，小兔崽子，一边玩去。为中呼救，不醉亦不休，人间悲欢尽数都。